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一件表面上看是外卖大战，但是背后其实关乎未来10年互联网财富密码的大事儿。最近你可能也刷到过这样的新闻：阿里重新杀回外卖战场，美团利润暴跌，市值蒸发，京东再也不满足于送快递，直接杀进了30分钟送达的闪购赛道。就连高德地图现在都在做扫街榜，要重塑大众点评的地盘。这实际上是阿里、美团、京东三大巨头的三国杀。阿里出手最猛，直接发起了淮海战役，各种优惠券、0元套餐，短短几周就把订单量拉到了美团10年能达到的水平。美团被迫迎战，但是利润呢就直线下滑了。去年112亿的净利润，现在只剩下2亿。京东原本的基本盘是3C 电商和物流，但是美团闪购动了他的地盘，所以刘强东亲自下场，喊出兄弟文化，和骑手一起送外卖，直接把竞争拉到了情感层面。而高德地图呢，看似是导航软件，其实呢是阿里隐藏的棋子。一旦地图做成了点评流量的入口，吃喝玩乐的本地生活流量就会被阿里牢牢的掌握。所以今天中国互联网最激烈的战争已经不在电商，也不在金融，而是在外卖、本地生活、即时零售这个看似小生意的战场上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，别被表象所迷惑，这场看似热闹的外卖价格战背后的本质远远不只是谁家外卖便宜10块钱这么简单，它其实是一场资本、数据和未来流量入口的战争。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表象抽丝剥茧，带你看到它背后的资本逻辑。首先，外卖是高频流量的入口。买手机、买家电，你可能1年才买一次，但是这个外卖奶茶，很多人每天的刚需，这就是区别呀。电商是低频交易，外卖是高频入口，谁能掌握了这个高频入口，那谁就能在用户生活当中建立不可替代的地位。第二，外卖是数据金矿啊。你几点钟吃饭，吃什么饭，爱喝什么奶茶，一个月大概花多少钱，是点单人的还是家庭套餐，这些细节拼起来就能勾勒出一个极其精准的用户画像。而这些数据能用来做什么呢？电商推荐呢，那是百发百中。金融风控啊，因为他知道你能花多少钱，能还得起什么样的贷款。广告投放啊，精准到可怕。所以外卖平台看似送出的只不过是一份午餐，实际上送到后台的是一份完整的 AI 训练语料。这就是为什么巨头们不惜血本烧钱补贴，他们买的不是外卖，而是未来的商业入口。很多人会吐槽阿里撤500亿，美团亏得吐血，京东物流也要贴钱，这不是资本的无底洞吗？但是你要明白呀，互联网历史上所有的巨头都是烧钱烧出来的。当年的淘宝靠免佣金打败了eBay，当年的滴滴靠补贴打败了快滴和 Uber， 今天的外卖也是一样的逻辑。他们在这里拼的不是今年能赚多少利润，而是谁能抢到未来10年的用户心智和数据入口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互联网巨头拼命的砸钱，千万别以为他们是在抢饭碗，人家抢的是下一个 AI 时代的流量护城河。说到这里，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了，不是说这个 AI 机器人 Web3 才是未来的大风口吗？那么阿里、京东、美团为什么还在外卖点评这些老路子上打得头破血流呢？原因有3点。第一，这个 AI 赛道有天花板呢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你看，阿里虽然有通义千问，京东有妍希，百度有文心一言，但是问题是这些大模型都存在着一个困境，就是难以快速变现。国外的 OpenAI 靠 ChatGPT 订阅加 API 生态在赚钱，但是国内呢 C 端市场收费难推， B 端落地需要时间，更关键的是算力和芯片受到限制。阿里云、京东云想要大规模扩张 AI 能力，必须受制于上游的供应链，所以 AI 虽然是未来，但是短期内呢赚不到钱。第二，稳定币是金融监管的红线。你可能也听过新闻了，阿里、京东都尝试过在香港申请稳定币牌照，但是结果呢都被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稳定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，而是直接会触碰到国家的金融安全。人民币国际化、数字货币体系，这是央行和国有金融机构的战略领域，民营互联网巨头暂时还没有机会染指。
第三，那个机器人领域啊太重太慢，这个赛道技术难，回报慢。美团曾经做过无人配送车，阿里呢也有仓储机器人，京东也在搞智能物流，看起来听上去都高大上，但是问题是成本极高，技术周期长，短期内难以规模化赚钱。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呀，机器人属于那个10年磨一剑的产业，而不是能马上撑起市值的那些业务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这些巨头啊，嘴上都在讲 AI、Web3 机器人，但是真金白银呢，却投在外卖、本地生活，甚至是农业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才是第一，贴近现金流，能马上见效的生意；第二，符合监管导向，不踩红线的生意；第三，累积数据资产，也就是累积未来 AI 的底层燃料的生意。换句话说，抢外卖入口是他们在现实约束下的最优选择。阿里、美团、京东，他们打外卖战，看似呢是在争夺大家眼前的饭碗，其实是在为下一个产业爆发前的爆发点做铺垫。未来10年，中国互联网巨头的真正转向，我认为有4个方向。第一就是农业数字化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，阿里、京东都在悄悄地进入农业。阿里搞数字乡村，把电商和云计算深入到农业供应链。京东在做农产品的冷链物流品牌化销售。为什么？因为农业不仅是政策强扶植的国家战略，更是巨大的数据和物流入口。粮食安全、乡村振兴这些主题意味着国家会长期投入，而巨头们要借此卡位。第二，本地生活和即时零售领域，外卖大战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当你能半小时送到一杯奶茶，也能半小时送到药品、化妆品、数码产品，这背后是什么？是一个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入口。而谁能赢下这个入口，谁就能把用户的消费习惯牢牢地焊死在自己的生态当中。第三就是 AI 和产业应用。注意这里的逻辑啊，他们不是拼通用大模型了，因为那是 OpenAI 的赛道，他们拼的是产业落地。阿里用 AI 做电商推荐、客服自动化，京东用 AI 优化供应链、预测物流，美团用 AI 做智能调度、精准营销。这些垂直的 AI 领域是马上能落地、能见效、能赚钱的场景。第四，绿色能源和碳中和领域。别忘了政策导向啊！京东物流正在推新能源车队，阿里云在做新能源调度 AI。未来绿色化加数字化的结合，很可能就是新的超级赛道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外卖大战只是表象，真正的故事是这些巨头们正在从流量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快速转型。而以上这4点就是他们未来下注的10年的新增长点。聊了这么多，你可能会问了，这场阿里、美团、京东的外卖大战，对我们普通的投资人来说呢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给大家3点投资启示。第一，不要只看眼前的亏损，要看他们长期的护城河。外卖大战表面看谁烧钱多，谁亏得多，但是你要记住啊，历史上所有互联网巨头都是靠烧钱赢下未来的。淘宝当年就是靠免佣金干掉了eBay，滴滴靠补贴打赢了 Uber， 今天外卖本质上也是在抢入口。所以咱们不要因为谁财报上短期利润下滑，就轻易看空这些巨头。真正的看点是看他们谁能守住未来10年的高频入口。第二，咱们要关注数据和 AI 的结合。未来能长期跑出来的公司，不一定是谁家外卖卖的便宜，而是谁的数据最完整，谁的 AI 应用最落地。阿里、美团、京东其实现在都在用外卖数据训练自己的 AI 推荐和供应链模型，这就意味着他们谁掌握更多的用户数据，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的 AI 时代拥有更大的定价权。第三，产业互联网才是下一个财富高地。未来10年值得关注的赛道不再是谁家的电商份额更高，而是第一，谁在搞农业数字化，因为有政策红利加长期的刚需。第二，谁在做即时零售本地生活，因为谁就意味着掌握了高频入口和数据沉淀。第三，谁在做 AI 的产业应用，因为电商、金融、物流会有落地的场景。第四，谁在做绿色能源和碳中和，因为这是国家的导向和资本的追捧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，你的 ETF 配置的思路就要从流量互联网思维切换到产业互联网思维。比如说港股、美股的中概股 ETF 啊，那就覆盖了阿里、京东、美团。
那 A 股的农业科技、新能源、AI 应用相关的 ETF 就值得关注，在你的长期组合里面，逐步可以加大产业升级主题的比重。作为投资人，我们能做的不是跟着情绪起哄，而是要看穿表象，抓住趋势。当别人还在讨论谁家外卖补贴更大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已经在思考谁家的数据沉淀的最快，谁家的 AI 应用落地更扎实，谁在农业、能源这些政策扶植产业里面抢到了第一张船票。所以你会发现呀，真正的财富密码不在于今天谁家外卖便宜了10块钱，而在于谁能在下一个10年掌握高频的用户入口，沉淀用户数据，顺势切入产业互联网。而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呢，看穿表象，抓住趋势，才能获得未来最大的胜利。在商业的世界里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；在投资的世界里，没有永远的热点，只有长期的趋势。希望你能够在外卖的热闹背后，看到真正未来的财富入口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